但美国自己在中美对抗的企业界，在企业界的部分却有被形容是三大尖牙股，通通出了状况。说真的，我看这画面真是吓坏了。之前还讲说737问题比较多，现在连787降落北海岸都发现机翼狂冒烟来看看这段影片，真的吓坏了现场。我相信所有在飞机上的这个观众，这个乘客应该都有生命危险的那种心情。在新北海道的新千岁机场这里，787全日空航空飞机冒着这样浓烟，检测的时候发现原来是飞机液压系统发生问题，以至于让它机翼整个一直这种状况的时候没有办法起飞，吓坏了乘客。不止787而已，737刚好是出问题，也是不是一件两件，越来越多。刚刚起飞发生什么事？轮胎掉了，又掉了，有够离谱！看看这段画面，是飞机飞到刚刚737刚刚起飞在南非萨法航空发生的。起飞的时候就发现轮胎当场脱落，所以赶快降下来啊！你看紧急返航之后，地上发生什么事？看起来就是那个烟呐、右翼呀都受损，就没有轮胎了嘛，有一边没有轮胎了嘛，所以就会摩擦地面，有多危险！现场传出了巨响，很浓烟。下面乘客又说我有生命危险。这个飞航安全在波音这里出的问题，已经是3天2头就来一起，把大家吓得瑟瑟发抖。所以接下来波音787所谓的梦幻客机有没有可能真的顺利交机？因为它除了在中国大陆这里会不会顺利接见啊？要不要接受它的交货啊？有疑虑之外，甚至还有零件缺料这样的难题，恐怕今年要交机都交不了。中国市场还有没有办法真的挽回呢？还有特斯拉面对着中国大陆新进的各种电动车的竞争市场呢，现在直接用全球裁员10%来因应。第一波出现了，下个月开始裁员哪里呢？在加州跟德州直接裁员大概6020人。那被说这次全球的裁员幅度大概是10%。被一开始报道的时候是说中国大陆的几个地方裁员是数量最多，但现在不知道，至少就光是美国2州现在裁了6000人。而被说卷起来了吗？怎么因应？为了要存活，特斯拉中国市场宣布要推出零首付，想办法更优惠，还有降价啦。就是说你要买特斯拉的话，可以不用先出钱。你就用低息贷款的概念，每天只要花人民币145块就可以开走特斯拉，用这个来内卷，有没有办法卷得住？那高关税却挡不住中国廉价电动车，还是专进的美国。美国一直在挡啊，说这个不可以让电动车中国市场进来。但是呢，现在看出来母公司是中国吉利的 Volvo 它的陆制电动车照样透过各种法规的限制的空档。低价卖到美国去了，那还有另外一个是从墨西哥通路的，那么更多的企业中企是直接把厂搬到哪里去？墨西哥啊，美国隔壁所以当生产线更接近美国市场，而 Made in 哪里是墨西哥的时候，就产品被视为100%的墨西哥生产，那就没问题啦，所以才被形容叫做禁案外包，避免被中国商品这种制裁的限制跟绑手绑脚，一样是大陆的汽车，一样进到了美国市场。那另外还有 Meta 脸书，因为本来在公布最新财报的时候都是感觉不错啊，盈余也不错啊，都有不错的表现，结果在盘后突然祖克伯一句话让股价重跌。他说呢，因为专注的 AI 业务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看见回收。哇，真的是一句话影响整个投资人的信心，让 Meta 陷入可怕的崩跌，直接崩跌了15%，这个都是属兆级的这个损失了那还有刚刚讲说，在布林肯出发之前做的各种撂狠话、做狠事，其实还有 TikTok。当然，美国参议院通过这个法案，也是给他带去的伴手礼嘛。TikTok 字节跳动直接限制，要求270天之内，必须要把母公司字节跳动要把这个资产股份撤资，交给其他的公司来买，包括美国现在已经在想说哪些可能买啊，Meta 可能要买吗 ？Google 可能要买，反正就是要美国的企业来把这个几亿元的这个用户给收割啊。那否则的话 ，TikTok 不卖就会禁止它。周受资直接喊话，听听他怎么说。Make no mistake, this is a ban on TikTok and a ban on you and your voice. It's actually ironic because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on TikTok reflects the same American values that make the United States a beacon of freedom. Rest assured, we aren't going anywhere. We are confident
and we will keep fighting for your rights in the courts. The facts and the Constitution are on our side, and we expect to prevail again. 赵少志宣告什么？他说我们不会走我会继续留在这里打司法战。所以虽然参议院说270天你必须要撤，但是司法战还有的打，用官司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但是他还更高的一个诚意是说，你看我用言论自由打你言论自由。你们美国不是要言论自由吗？现在禁止的这个禁令是禁止你们美国人大家的言论自由，而现在 TikTok 誓言要对抗美国封杀法案，甚至现在分析里头，北京可能会因此来报复美国企业。你要想想看 ，TikTok 如果进到了美国人几亿个人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手上的话，那当然不是他们想要的如何可能冤冤相报的报复、互相制裁、互相伤害，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科技业现在大家在美国的企业里，光讲波音，亮哥就觉得让大家不可思议。我觉得这个有必要做一个研究啦，就波音的订单有多少是透过政治关说得来的啦？比如说台湾多买28架就是被强迫的啊，不然你以为华航要买波音吗？搞不好他就是一大堆这种订单啊，他买就787啊，这样就导致他在科技的创新，在自己的制程的改良就松懈了嘛。比如说空巴他要自己去争取订单啊，所以人家要挑剔你啊，对啊，你波音人家怎么挑剔你啊？太舒服了，就政府来关说施压。很多国家就被迫要买啊，所以你怎么会改进自己呢？所以我觉得他跟空巴之间的胜负几乎已定了啦。就他就是一个品质不断出问题的公司嘛，宠坏的孩子，然后就是都靠政治的力量逼人家买嘛，这个到底占多少比例嘛？这个应该好好去研究一下了。研究这个你有看过空巴透过政治压力在逼人家买的吗？对不对？为什么都是你波音呢？对不对那其他坦白说啦，其他我们举例啦，比如说这个廉价电动车，你要透过墨西哥卖进美国这是不可能的啦，因为川普已经放话了，说墨西哥你说干这种事情，我就加100%的关税。那墨西哥不敢得罪美国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做梦啦，根本做不到了。因为墨西哥是北美贸易协定的成员呢，美国在墨西哥有多大的投资啊？如果美国政府要对你对着干，你以为你可以绕过去啊？没有那么容易啦。我觉得比亚迪也不要有这种幻想啊。比亚迪因为刚去墨西哥投资了6亿美元嘛，那幻想透过北美的贸易协定，它应该可以自由进入美国，你太天真了啦。美国如果盯上你，会因为你从哪里就可以进来啊？你把美国当成什么美国就是盯住你了啦。说实在了所以你要解决这种问题一定要双方的政府要谈判要谈判我说实在了那所以你最好还是选择一些你比较能够安心长久做生意的地方啦，比如说欧洲欧洲就是一个比较讲理的地方嘛。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硬闯美国呢？对不对？你即使进来一阵子，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消费者运动，还有当地的汽车商的反制运动？到时候你还到处出问题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它变成第二个抖音，对不对？抖音是这样啦，因为北京早就把它列为禁售的公司了，它本来就不能卖，所以它只能下架。那它目前采取的就是参议院通过，只要拜登一签署成为法律，他就立即开始展开司法的诉讼，就说这是一个违宪的政策。这个他过去成功过，因为美国那个蒙塔纳曾经禁止使用抖音，那结果他去当地的那个法院胜诉，结果蒙塔纳那个决策不能实施所以这个坦白讲就是美国的大辩论了。现在的辩论就进入法律层面了，也就是说我搞不过你国会了，这个我认输了，搞不过你拜登行政权搞不过，立法权搞不过，那现在就来搞司法权嘛，那就各自要拿出事实的证据，还有法律的条文嘛，你是凭什么进抖音嘛？那这个过去他有成功的经验所以这个就取决于美国的法官那他这次诉讼就要直接到联邦法院了那这个结果就变成两方在赛跑了
就你是270天嘛，那我可不可以在270天之内得到胜诉？哦，这个无法判断啊。如果还在诉讼中，也可以必须执行这个，还没有实施啊。如果实行了的话，没有，他签字一定要签字之后啊。没有签字之后是270天之后才正式实施嘛。那他现在希望在270天内得到法律判决嘛。同时起跑，看谁快。就是在赛跑了，没那么简单。袁老师怎么看这个美国的几个大企业？我先讲哈，我这个听得心惊胆跳啊，因为我最近刚从上海回来，坐的刚好就是787啊，长字开头的787啊。那前一次的话呢，又坐长字开头的飞机，也是787啊。现在的问题非常严重啊。这个网络上有一篇报道讲，为什么波音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个工人的情况啊，我就是因为我不晓得是不是真实，所以我不敢在这边讲，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就会发觉啊，波音现在的问题啊，其实积重难返呢，就是感觉上让我觉得很失望。我小时候觉得说最伟大的公司啊，美国最伟大的行业就是航空业嘛，最伟大的公司当然就是波音首选了。但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啊，我说句良心话，我真的是啊，因为你做航空事业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嘛，你搞成这个样子，实在是情况非常糟糕啊。那另外的话呢，是有关于这个新能源车的问题啊，不管是这个川普讲过什么话啊，那基本上的话呢，美国本身呢，美国现在对中国有2种反制主义啊，一个就是反那个制裁的制。啊，就是说是啊，他觉得说中国对于他的经济发展构成威胁了，所以说我们要反制啊。反制的话就是不买你东西，因为美国人的消费习惯是非常特殊的哈，在美国待过的人都会非常惊讶，美国人的消费习惯是极尽享受之能事啊。我第一次的话呢，到美国看到我弟弟租的房子里面的冷气就全天在开的，我就吓了一跳，因为在欧洲吹冷气是很贵的事情啊。然后到了美国的话呢，根本就感觉不出来，都是免费的，所以我就觉得说美国的能源消耗，美国另外一种反制的话。是反对我们智商的那个智啊，就是说美国本身的这个消费习惯呢，他们本身做的事情啊都不考虑后果的。因为美国现在的反智主义啊，反对智商的主义的话呢，就是针对这个 TikTok。我觉得 TikTok 真的蛮倒霉的 ，TikTok 在中国也是不能够发行的，但是到了美国现在要被禁止啊。我觉得周受之讲的话非常对啊，因为其实啊，马斯克就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说是美国禁止 TikTok 的话，违背了美国的第一修正案，也就是言论自由啊。这个是对很多人感觉到在心理上构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啊。我觉得周受之想要用这个，他这个想要使用这个。法律的诉讼关系，法律诉讼关系有一种可能就是任何一个法官可以马上讲说他的执行，就是即使拜登签了约以后，就是他原来是从半年延长1年，现在270天的意思是把原来已经通过的事情就扣掉那个时间，但是法官就有权讲说，以这种在于诉讼的期间的话呢，他不准他能够执行的情况下，所以周受之讲的这个道理，我觉得话呢 ，TikTok 极有可能走上法律这条路了。他已经喊一定会做法律。对，而且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大陆现在很多商人就会注意到，就是要离开美国的市场了。要离开美国的市场了。相信美国其实，看看是谁比较倒霉吧。就言论自由应该是美国的立国精神之一吧，就像民党党纲创党的精神也是言论自由吧。那就想不到现在抖音这种制裁的方法，是因为政治因素或其他的各种因素的考虑。严老师会不会觉得这个就是以夷制夷啊，用西方的语言来打西方的这个控制言论？我觉得当然是哦，就是美国是最在乎这个我们讲说宪法的这个所保障的各种自由啊。我们常常讲说政治的political freedom， 这个就是投票啊这些，那个选举这个没有。但美国更重视叫political rights 啊，但是美国更重视的是公民自由，就是 civil liberty， 就是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啊、请愿自由啊这些宗教自由，还有这个新闻自由嘛。那你今天美国现在的这个对这个言论的限制那是违反美国精神，就好像他现在对自由贸易的限制也是违反美国。传统美国就最主张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过去都是控告别的国家，以前控告欧盟说什么？欧盟是贸易壁垒哇，这个市场都不开放，就是只有在里头搞，美国人都要把它打开。结果现在美国自己很担心外面的东西进来，包括墨西哥这个东西进来。所以我最近研究了一下，我只有一个答案。我说美国人，你应该政府要求美国人说不准进口中国东西，请美国人自己节制
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嘛，因为你今天他们不是中国人说要卖东西到美国就可以卖得了的哦，今天你看，我们很多东西也不能进来，你美国自己决定不要进来，或者说你美国的商人不进口，就好像我们讲个当年我们对美国的这个火鸡有意见，对不对？美国硬要我们打开，结果进来以后大家不吃就没事了。结果问题是我们现在的猪肉就被美国打开了以后，就有不孝商人嘛。那应该是说我们自己说要去制裁这些。那美国有没有人在制裁他们进口中国便宜货的东西？没有啊，那你现在再从墨西哥进来，就好像当年我们台湾被美国301也好，被美国这种贸易的那个配合啊，这纺织业每次要出口到美国，要先去领配额，拿到才能够出口。后来台湾想说，那我就在你的这个加勒比海国家做一做，我在非洲做啊，然后这个纺织品到最后可能是台湾做的，那个标签是中美洲国家，那个纸盒是中美洲国家，但是无论如何哦，今天大陆可以跟美国讲，我在墨西哥投资，帮你创造了一些就业，让墨西哥人有就业机会。结果如果你不要的话，那墨西哥这些人又成为要非法进入你们的非法移民了。美国听不下去了，这个当然美国听不下去了。是我们美国的劳工。那我最后讲一下那个波音啊，我实在要讲，他没有借口，为什么？这一次是在非洲，他可以说哇，这个卖给非洲国家就不好好维护啊，这个维修，所以才会对不起，你出事很多也有日本航空的啊，也有欧洲的，都是你，所以说一视同仁，没有说是在落后国家才出现。就是这个品牌已经慢慢会没有了啦，不被信任，已经没有了啦。好，来看看美国是不是可能有内战这种话题，其实已经在美国讨论了蛮久，在内部各种的话题里，因为民粹主义越来越兴起，其中像这部电影2024刚刚选举年上映的《帝国浩劫：美国内战》啊，很多批评说不负责任啊等等啊，煽动可能的内战吗？但其实却成为了北美双州的票房冠军。那电影剧情是什么？是让加州跟德州这两个意识形态最对立的州联手对抗美国总统，这种画面、这种剧情，其实因为民粹主义的兴起，在美国实际上就正在发生一个氛围吗？导演说，现今在美国或者很多欧洲国家都存在着民粹主义两极化的政治氛围，这些呢都正在造成放大整个极端的分歧，最终将会导致下一个法西斯主义的诞生吗？当我们讲美国立国精神就是言论自由、校园自主，我们连台大都要喊不可以让警察进来学校抓人，不是吗？但在哥伦从这个已经不止一个校园了，现在连德州、连南加州，我今天看到 BBC 南加州也都在抓人，警察纷纷冲进了各大校园，因为这个校园的抗议已经扩散到其他学校去了。你抓一个学校抓不了第二个学校，还有第三个学校、第四个学校。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学生，这个现在看在草地上打滚，可是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只是静静的坐在现场。那看到一些很漂亮的大学生啊，他们都只是在表达诉求，没有任何武力或暴力的行动或武装，静静的被铐上手铐，赶出了校园。这个是一步一步都被媒体拍上了这个新闻画面上，国际媒体的讨论，看到美国对于大学生的言论自由的抗议，手铐把他们带走，而且这个范围是越来越大的。一开始只有哥大，现在哈佛、耶鲁、纽约大学、南加州的学校，通通都加入了。当这个挺巴的示威遍地开花的时候，众议长呢怎么说？他建议出动国民兵为警卫去镇压哦。法国媒体说，1970年的国民卫队就士兵杀害抗议越战手无寸铁的学生的事件，现在又要再出动了吗？会再重演吗？不就是这个所谓票房冠军的电影可能发生的情节？所以被说是火上浇油，还有纳坦雅胡，大家抗议不就是你吗？以色列在加萨走廊所做的种族灭绝吗？就他居然还公开发言说，美国很多大学挺巴勒斯坦抗议活动极其可怕，反犹暴徒，他用暴徒占领各大一流学府。他们要求消灭以色列，攻击犹太学生跟教职员。哇，这个听在这些抗议者的心里又是如何呢？因为美国先前还有一件事情，在加萨码头盖了一个活动式的巨型浮动码头。
那预计5月要完工的。当时被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红海这中间的通路很不安全，然后我们想要支援在加沙走廊这里人道上面要运送一些物资给难民，结果发现恐怕不是为了人道救援物资。为了什么呢？恐怕很多在援助的官员里面忧心会参与建造以色列干预码头的选址啊，是为了要方便作为进攻南加沙城市拉法的烟幕弹吗？那当媒体报道出来之后，就会被质疑说，美国是采取双面手法，好像在顾人道，可是作为这些通道的所谓的码头，都是要让方便以色列继续进攻拉法吗？那当然，对于国内的各种抗议声浪非常对峙的两极的意见，就会更冲突跟爆炸啦。那朝鲜的官员还有一件很罕见的事情，他们率团去哪里？北韩去访问了伊朗。那么这个是由北韩官媒很罕见公开的报道说，由北韩内阁国际贸易部长率队的哟，所有的访问团去伊朗访问要干嘛呢？针对导弹方面合作，可能会交换技术专长，制造所谓的零部件等等的。伊朗跟北韩的合作，俄罗斯的合作，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地图的画面啊？那另外，为了反制俄中朝伊轴心，这个是拜登他所做的做法，当然就是所谓签署援助乌克兰以色列法案呐。他说，如果普京有人、伊朗什么这些国家一起联合，所以才想要制裁中国嘛啊，美国就会被卷入欧洲战场啊，他一定要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但然而呢，看到这个所谓的俄军陪都啊，被形容是乌克兰陪都啊，防线也被突破之后，更多的分析军事专家认为，乌克兰就算有这么多援助进来，不知道能不能撑过2024，说不定都撑不过。因为这个战线如果在阿夫夫卡这个西北防线这里再往前推3公里啊，那么接下来整个包括电视塔等等都被导弹击倒了之后，2个月之后，恐怕乌克兰政府会彻底的崩溃溃防了吗？另外看到中国做什么？习近平欧洲往匈牙利去啊，匈牙利为了中国在欧洲投资为首选达成了协议，当然也是为了5月份习近平要去访塞尔维亚、法国，去匈牙利对欧洲针对美国做出破口啊。亮哥来看看美国这些抗议行动所引起的非常大的这种效应。这跟这个内战电影是没有关系的啦。内战电影那个是有那个加州联合德州要搞独立运动啊，是对抗联邦政府啦，因为他认为联邦政府是权威政府啊，这跟这个不一样啊。事实上，目前学运的燃烧，大家比较类比的是反越战啊，就是说你会不会因为这样烧开，然后学生越来越激进？事实上，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停课了。改成远距教学，线上对，因为他在 New York City， 那这个就是左派的大本营，各种少数民族的大本营，也是犹太人大本营。对，所以犹太左翼加上少数民族，通通都来示威嘛，所以就干脆改成线上上课啊。那其他大学也在燃烧啦，可是会不会像反越战这样？我认为就看以色列打拉法会不会造成新的人间炼狱啦。那种镜头一定会很快的在网络上传散啊。那问题是以色列坚持要打拉法，而且看起来是一定会造成很大的悲剧。所以到时候我坦白讲，不止学生运动会串联啊，搞不好还会有恐攻嘞。那个穆斯林会不会有恐攻？这个恐怕欧洲人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哦。会攻欧洲了，对啊，因为欧洲没有像国土安全部这种概念，对，所以欧洲真的是防不胜防啊，穆斯林也多，美国的穆斯林实际上大概只有340万人，欧洲不得了啊，欧洲是几千万人啊，10%的，所以就不知道了啊。奥运快要开了耶，是啊，时间越来越近，所以我是觉得攻打拉法是个观察点啊，那我也是蛮悲观的啊。那俄乌战争是这样，我认为乌克兰不是资源武器能不能获得的问题，是士气的问题，因为没有任何人认为他有机会赢啊。这个包括欧洲人，连美国的军事专家都这样说，就是你去想一想，你如果打一个战争，你毫无胜算，那你怎么打？你怎么打？还要拖下去啊！你继续拖就继续死人啊！啊，你这样的战争意义何在？所以他的前线开始出现逃兵，很多人都觉得打这个战到底什么时候是个结束？终点到底目标是什么？我觉得他的危机是在这里了。
所以现在所有的各种议题的观察起来，都会让大家觉得担心国际局势的更不稳定。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从哥大开始产生各大校园的串联，在抗议以色列美国政策对于以巴冲突的处理方式，怎么看？我昨天听到就是说有个预言圣经里面的预言就写到说世界会毁灭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北方有个大国要进攻以色列，是俄罗斯对，他这个暗示非常多所以我们这里面所讲的每一个新闻其实跟以色列现在话呢，就是可以聚焦到一个人就他现在的总理纳坦雅胡这身上因为他自己要坚持要这样子干的话呢，出现了一个结果，因为以色列本身他动员了3方面的力量以色列自己一个小国现在打仗，以前我从小听说的战争不是6日战争就是7日战争10日战争，没有超过10天的，现在不得了，现在打了180天了，没完没了。哇，那这个以色列是个小国他这个全部动员，全世界犹太人动员也就不过30-40万人所以说他这个情况是很危险的，这是第一个动员的国家。然后第二个的话，这个纳坦雅胡的讲话，大家知道，听到纳坦雅胡讲英文的时候，他根本就是在美国长大的人他自己是 MIT 毕业的，所以他基本上是动员美国的犹太人，这个感觉上是非常继续煽动这个对，非常麻烦的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要了解尤其是你要了解说犹太人他们自己彼此 share 的那个价值，他们自己共享的价值，基本上话呢，对于整个世界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如果你对于犹太教的教义有所了解的话，就是说犹太人永远是觉得他们自己是受害人他们觉得说是选民老早就征服，你现在还没有征服，就是受害。那另外第三个话呢，这个当然以色列加美国要动员全世界，我可以跟你讲，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如果美国的校园示威游行如果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发展的话，那基本上的话呢，全世界都会下个礼拜就会开始谴责美国大学的话呢，不分是非然后呢，执意的推动他们的反犹太主义的观点。所以说这种想法的过程当中的话，会导致世界越来越乱。那现在的话呢，因为你乱的关系，所以你无意间推动了俄罗斯、中国、伊朗。他们3个联合在一起，这个都是像是资源跟制造业非常发达的。这个3个国家合起来，他们需要有一个打手这个打手是朝鲜的，朝鲜自己本身就愿意干这个事情。所以你现在莫名其妙把这个4个国家联合在一起的话，他们非常坚固的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整个世界都大乱了，不得了，快灭亡了。北韩到伊朗去，这个动作可能非常有重要的指标意义。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其实今天这个新闻画面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震撼，以及学界看到连美国校园都有大批的警力出动，去把静坐的学生全部压起来、抓起来，铐手铐。林老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抗议跟我当年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抗议南非的 apartheid 种族隔离政府。为什么？因为学校接收了他们一些公司跟他们做生意的捐款，我们不要。所以我们在校园当中盖了一个这个什么草皮屋一样的这简陋的铁皮屋一样，然后住在里头去体验黑人在那边生活有多苦然后抗议，也没有人管你然后那个时候1970年的肯特大学那件事情，大家记忆犹新，那个事情就改变了越战，打不下去了就是有学生为了抗议死掉那现在我觉得美国会有学生抗议死掉。因为会有阿拉伯裔的学生，一定会做更激烈的抗争，然后会有一些国民兵可能反应。当然希望不要，但万一真的发生意外的话，这个是会有可能的。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汪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及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政大国安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来看看今天的各版头版重头的消息可以把它全部并在一起看成一条新闻。当布林肯美国国务卿今天要访陆的时候，赖清德准总统在公布最新的国防外交人士公开的讲，
对于两岸政策是不是可能有一些微调跟变化呢？公开讲的是说，希望两岸执政党要来对话，他喊话，他要中国要有自信啊！他说中国大陆你要有自信啊，什么呢？要愿意面对台湾人民，托付的是民选的合法政府，这样才是两岸交流的正道。不要只跟在野党谈呐，就是不合法的吗？还是怎么样？难道他们不是合法的吗？也不是民选的吗？但强调接下来有没有可能真的民进党要跟共产党来对话呢？那这个时候郑文灿就比较不寂寞了吗？那再来看看美国官员表示，布林肯今天下午抵达中国大陆了。那美国之音报道特别强调，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的将当面要求北京不要在赖清德就职典礼期间采取挑衅行动，并且表达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带来的长期利益。所以在这个时间点要提出这个要求之前，先有了赖清德今天的谈话吗？而布林肯传出可能跟习近平会面，为的是帮拜登准备踏上中国来访问铺路吗？星岛日报的报道说，26号布林肯预计就要跟大陆外长王毅举行会谈，但有没有可能跟习近平见面，当然还没有确定，也还是个问号。而习近平去年访美，拜登任内呢还没有访过中国哟，有没有可能在选前访问中国，而对自己选情有没有帮助？这个才是关键嘛。那到底他要什么？什么是可以刺激选情的？现在打的还是抗中牌啊，所以就连上飞机之前，布林肯都还在打抗中牌啊。所以布林肯上飞机前各种谈话，让他一落地之后看起来待遇如何呢？被说是冷待啊，怎么说？接机的是谁？上海外事办主任接机。2023年6月的时候，他去的时候还有谁接？还是中央官员哦，外交部北美大洲司的司长杨涛来接。那当时也没有铺红地毯，跟习近平见面呢，是在见面之前、出发之前45分才确认见得到。但这次呢，派出的接机代表被形容非常的低，是上海市的外事办主任孔福安，还是地方而已的外事的代表。同时呢，下飞机的时候一样没有铺红地毯，质疑访华规格再被降级吗？希拉蕊是唯一之前国务卿到访的时候有铺红地毯，而且有高规接待的。前面上一次去的时候就下机铺了红地毯，庞佩欧没有铺红地毯。那这一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样没有铺红地毯，规格是最低的吗？而布林肯被说是带刀而来，这个刀是什么？其实还没出发，是不是就带了一把刀？因为他一下子在谴责新疆的人权议题，一下子又直接制裁，说中国银行啊，禁止你们使用美元。这个是美国官员表示的。如果外交姿态没有办法说服北京限制对俄罗斯出口的话，你们继续对俄罗斯有一些协助的话，那就要将对银行实施制裁，升级的选择，切断银行使用美元。影响会什么呢？就是在交易上，当然对于整个金融的交易有重大的影响跟伤害。所以呢，它是比针对个人啊或企业的正常制裁还要更广泛。还上飞机之前就传出这样的消息，那更何况现在到上海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大陆官媒的形容这样比方玉渊谈天，直接说访华之前，美方就通过所谓的知情人士来放风向、炒作议题。所以呢，这是一种以为自己有筹码的模式，要把中国本来最有优势的方面变成威胁跟劣势星岛日报的报道直接说，中方有3500多字的新闻稿，直接语气凌厉，告诉大家说，中国方面绝对不会逆来顺受。所以中美是还没出发，布林肯还没下飞机之前，就互相在各种发言上面呛瞎撂狠话，才会有媒体形容说，布林肯这次到中国去下飞机根本就像下油锅一样美国当时出发前做了什么？制裁中国银行的宣布，在菲律宾部署的中程导弹，都是刀刀见骨的狠招。所以是来谈进一步合作的吗？是来把贸易壁垒打开的吗？看起来都不像，看起来是要来吵架的，来绝交的吗？那当然被说比台海问题更严重的是南海吗？被南海紧张，肩并肩，美菲的演习正在进行当中。菲律宾情报说，中国方面为了反制，直接增加了1倍，大概有124艘的各类型船只在附近斯卡伯勒浅滩附近活动，代表什么？他们有更多的军力来跟你对抗。而美国学者甚至讲现在中美之间最大的风险已经不再是台湾了，台湾不再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了是哪里？是南海。这位是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
员库珀他所说的。他说他本来以为啊赖清德就职会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怕赖清德突然讲了什么大家预期之外的话，但现在看起来南海更令人担忧，尤其仁爱礁局的持续恶化哈，没有看到任何表明北京愿意让步的可能性，而下一场引爆世界大战的冲突热点是南海，不是台湾。但是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松一口气啦。亮哥，当我们看到赖清德在两岸政策上今天的谈话，直接呼吁，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他这样谈话，呼吁要对于两党进行对话，您怎么看呢？赖清德讲这话，那意思就是对520就职演说不用期待了嘛？是啊，他就是说你就来跟我互动啊，因为我是民选的政府啊，你干嘛跟傅昆萁聊天呢？你应该来跟我聊天啊。那问题是大陆在等他的520就职演说啊，因为中国大陆的认知，赖清德到现在还没搞清楚他认为2016年蔡英文是改变了现状那蔡英文那个赖清德中了蔡英文的毒啊，因为他都一直相信没有改变现状啊。那大陆的认知就是蔡英文推翻了9·2共识嘛，那也不愿意接受任何跟一中有关的论述嘛。所以两岸的既有的法理定位的默契已经不见了嘛，所以就造成双方没有互动的基础嘛。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啊，所以你赖清德在讲这种话，那就意味着520就职演说也不用期待了嘛。那你找郑文灿来接海基会董事长也没有用啊，因为陈水扁也找过洪奇章当董事长啊，洪奇章在两岸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资中派啊、务实派啊，没有用的啦。大陆在看的就是法律定位是不是他可以接受的定位嘛，不然他没有必要跟你互动啊，就是这样嘛。事实上，我如果要说啊，你是不是一致，你是不是有信心，那你赖清德对反渗透法这么坚持，你是要干嘛？你一方面要交流，一方面还要搞反渗透法，那国民党版本根本就还没有出来。国民党只说要修，连版本都没有哦。你去看你中央党部的文宣，把国民党说成什么？卖台哦，同路人哦，又来了，还讲什么？国民党如果真的敢修，不排除来一次318。太阳花又要占领立法院了，你占领看看吧。他们再发动一次的概念。你占领之后，你赖清德后面3年就不用做了，立法院什么都不会过了，还在耍狠呢，你这样还要跟人家交流，算了吧，哦。所以亮哥解读认为他是在耍狠，不是在释出善意。不是啊，因为这种东西啊，你已经经过8年没有办法互动了，所以你先了解一下问题在哪里，好不好？你以为你是民选的，人家就要跟你互动啊？那这样蔡英文早就可以互动了，蔡英文就是民选的啊，而且2020年。他870万票57%当选的你才40%那蔡英文不是更该互动？那为什么蔡英文2020年选出来还是没有互动？你才40%你怎么不去想这个问题呢？问题如果理解错误，那当然找不到答案啊。那他现在就是再次证明他还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啊，就是这样啊。那布林肯这个啊，坦白讲，布林肯不是美国要去的。是中国外交部邀请他去的，这个叶伦是不一样的。叶伦是希望去，结果经过中美协商，那就邀请他去。布林肯是大陆直接邀请他去的，这意味着什么？我有事情要告诉你啊。就是这样啊。难怪先耍狠。有事情要告诉你，就是我对于美国最近的所作所为，我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讲清楚啊。你如果真的要这样来，那大家都对着干嘛？事实上，你刚才已经讲到2点了嘛。美国扬言要对中资银行做制裁嘛，这以前没这样搞的。你对中资的银行4大银行，你要禁止它做美元交易，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是要把它纳入禁止使用 SWIFT。对，提出 SWIFT。这是多大的题目啊！制裁俄罗斯的规格。这种话你敢讲？好，然后把中程导弹运到菲律宾。战斧巡弋飞弹是可以装核弹头的，射程是1000到2000公里啊！
你这两个事情都已经直接干了，你还要跟我谈什么？所以我认为他根本就是要对布林肯做正告，所以叫你来啊，你还以为是美国急着想去啊？不是啊，是中国外交部请他来说，我有些事我要告诉你，你要这样搞是不是？那大家都来摊牌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本来就准备吵架的啊，你还以为他们要做交易啊？不是啊，你说是做交涉，比较像是交涉了。说你要再这样干是不是？对，那大家就等着走着瞧吧。你以为大家都被你整了，大家都没筹码是不是？那大家就看看吧，哦，所以才找一个上海的小官去接他，是这样啊。给他难看的规格，但这是代表来吵架吗？但是因为美国官方已经好几次分别不同的管道告诉台湾说，你必须要跟对岸沟通对话。那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赖清德在选在今天布林肯落基的当天讲了这些话，结果亮哥觉得不但不是善意，反而是不一样的解读吗？我讲吧哈，对，这里头啊，当然了，非常赖清德是称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嘛。我刚刚会想到非常好笑，因为赖清德讲什么，他也搞不清楚什么叫务实啊，甚至他连主权的概念都搞不清楚啊。然后他呢会进行一场美国最喜欢的宣传呢。我这里头当中有2个地方，希望大家稍微了解一下。第一个，罗森伯格每2个月来一次大家不要解读错误，就说美国人一定要赖清德520演讲的时候讲什么东西，大家很期待美国人最喜欢是希望赖清德能够变成遂行美国政策的一颗棋子所以说呢，520的当中呢是没有什么好期待的。那另外呢，希望大陆有点自信正说明了赖清德自己没有自信，你知道吗？赖清德如果有自信的话呢，他其实是可以大大方方的讲一些说我们要准备改弦更张要这个跟蔡英文不一样，因为蔡英文本身在的时候其实影响上来讲是非常严重，两岸之间的关系倒退到什么程度？就是有旅行业者拿着枪直接对着这个官方机构开枪，这个还得了？这种事情都不能够淡然处之的，对不对？非常严重。布林肯这边的情况下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收集了所有的资料看，少有的规格低而且呢，大陆这边所发表的言论，没有一个人乐观其成。我希望大家能够想起来，4月9号，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从宣布到这个习主席接见，然后到事后的话呢，做出一大堆承诺。就俄罗斯跟美国之间也都是同样的外交部长也都是很有名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非常大。从这里头的话可以看得出来，首先第一个，布林肯本身来讲的意思的话呢，对于他一直认为过去美国玩2手策略就是说是好像这个中国舍不得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是可以做的方式的，他的想法在这一次会得到明确的讯息。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美国本身内部我可以想到就是说，对于中国所做的负面宣传至少有10条以上，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说是勉强说到中国对俄罗斯提供军事然后要制裁银行，然后在这个台湾这边的话呢，通过援台的军事法案，然后这个在菲律宾要部署中程导弹，大陆通通都立即的反制。这种立即的反制的话呢，比如说你要是把这个中国某家最重要的银行踢出 SWIFT 的话呢，对大陆来讲的话呢，那个叫做金融核弹，就是相互丢金融核弹那美国本身也要面对很大的考验嘛。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有关于在台湾这边的问题的话呢，我觉得美国援助台湾实际上给的钱并不是真正到80亿了。我就看了一下大概也就是19亿的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好感谢的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这种军事援助，但是钱来的话呢，也没有办法了就是感觉很难过。然后另外有关于菲律宾的情况下来讲的话，你要部署中程导弹，大陆的反制措施是马上跟古巴共同强调大家加强合作，不排除军事上的合作，让我们想起1962年的古巴飞弹危机。那同时的话，那个巨浪2型的试射，巨浪2型试射的话呢，因为是潜水艇的话呢，可以在夏威夷附近射，据说可以射到美国东部长达7400公里那这些做法的话呢，让布林肯来到中国，就不晓得他自己什么心情。那我不会摊开好的。所以是下油锅的概念吗？但是严老师，我们看到赖清德这段谈话，其实也是过去从来没有的基调。可是是更想要重启对话，像民共对话的意图，还是真的就是配合着要做呛虾呢？您解读是正面或负面多一点？我觉得赖清德要讲这个话，就是要
至少他要跟美国做个交代，说，哎，你们希望我们对话，我也喊出来了，我也想对话啊。但是他的意思说，可是对岸不把我们当回事儿嘛，所以呢，要求对岸要有自信，跟一个刚才亮哥讲的40%选票选出来的人打交道啊。那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也是觉得我们台湾才更需要自信啊。因为什么？我不晓得政府为什么要把这个陆生限制来台湾读书啊？说怕他们做什么可能怎么会影响我们年轻人的这个思想啊什么的。为什么不是我们统战他们，而被他们统战？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我好想统战大陆学生，我们政府剥夺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觉得这个很可惜。那同样的啊，大陆的观光客来台湾，你不管他们开不开放我们团，但是我们主动开放，才表示我们优越啊，我们体系有信心嘛，不怕嘛，对不对？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怕的，你看看我们当年台湾啊，在没有解严之前，不能随便出国观光。为什么？好像怕我们老百姓看到别的国家那么好，我们不回来了，不回来了，或怎么样？有自信就是放出去，大陆也放一堆人到欧洲去。如果大陆今天真的那么差的话，那些去欧洲的、去美国玩的都不会回去了。对不起啊，他们那个回去的真的是99%啊。我觉得这个是要有自信，要从这个方面来看。所以我希望赖清德真的能更有自信。你不承认9·2共识，至少你就像过去的这个蔡英文也讲过嘛，就是有这个过去的这个历史，过去这个事实是存在的啊。有一个会谈，那好，你可以说我民进党会谈出一个更棒的共识啊，我先接受9·2共识，说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们谈，但是我要谈出一个更好，因为我很优秀，我可以跟对岸吵出一个更对台湾现在来讲更能够接受的一个共识。我就目前的状况就是，当你把国民党的9·2共识这个对台湾有利的东西，你把它污名化之后，你要找一个东西取代呀，你不能说没有东西取代。那现在就僵在那里，然后我也没有看出民进党端出一个什么真的就是比较有进步的，或者说主动提出来的一个两岸关系，每天就是回应对岸的可能有些什么谈话，或者回应美国的一些谈话。天天谈我们要有自主性，结果我们在两岸关系上面完全没有自主性，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那会不会到最后我们没有自主性，变成美国跟大陆谈出一个东西？像最近我们比较看到的，就是说会不会大陆到最后说，美国跟大陆谈的结果是说，美国以后未来都会列出一个新的说，不反对大陆和平统一台湾，只要台湾愿意接受。他虽然这样讲，没有对台湾没有病人没有伤害啊，也是我们全民要接受。可当他不反对和平统一的时候，那台湾到底该怎么回应？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就总觉得任何形式的统一我们都不能接受。可如果美国愿意提这个，我们该怎么回应？我们自己先要有想法吧。布林肯访问当然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如果吵架吵砸锅了，会不会倒霉是台湾？这当然不知道。